大家好，今天咱们的话题还是与乌克兰有关。特朗普想获得乌克兰的资源，但又不想给乌克兰安全保障。他说这是欧盟的任务。同时，特朗普明确指出，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这就是特朗普理解的交易啊！哈哈，看来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特朗普排除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为了结束乌克兰的战事，泽连斯基呼吁加入北约作为安全保障。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要求，却坚持要达成原材料协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排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忘掉北约。”因此，特朗普排除了乌克兰政府在有关可能的安全保障的辩论中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早在2019年，乌克兰就将加入北约和加入欧盟写入了宪法。俄罗斯利用乌克兰这些努力为其对乌克兰的战争辩护，特朗普也采纳了这一说法，以及俄罗斯宣传中的其他内容。在拜登领导下，美国是乌克兰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国，特朗普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但迄今为止，主要是要求基辅政府做出让步，其中包括与乌克兰政府签订一份原材料协议。泽连斯基将于周五在华盛顿签署该协议。特朗普说：“我们迫切需要稀土，他们有很好的稀土。”泽连斯基说：“这只是框架协议。”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强调，特朗普吹嘘的非常大的协议，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框架协议，因此资金细节只能在尚未最终敲定的合同中确定。乌克兰总统说：“对我和世界上所有人来说，重要的是美国的援助不能停止。”泽连斯基还强调，将要签署的文件不是为了偿还债务。泽连斯基在基辅对记者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债务人。”该协议也没有像之前媒体报道的那样包含任何债务金额。协议规定，新颁发的采矿许可证的一半利润应流入重建基金。特朗普希望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泽连斯基保证说，即将签署的协议中也将提及安全保障。不过，经济问题将放在首位。为他的国家，泽连斯基再次拒绝了没有安全保障的停火协议。只有确保战争明天不会重演，战争才能结束。周四，英国首相斯塔默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他强调了美国提供安全保证的必要性。然而，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他认为欧盟国家对此负有责任。我不会提供任何全面的安全保证，欧洲应该这样做，美国总统说。好的，朋友们，接着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吧。在这里我想指出这是一家所谓中间偏左媒体，这是德国的定义，所以估计网友评论不少是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我们看对不对？第一条评论，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特朗普还采用了这一说法以及其他俄罗斯宣传内容。于是这位网友问，宣传？就连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也在2023年在对欧盟各委员会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北约计划向乌克兰扩张才是乌克兰战争的真正原因。下一则，试想一下，如果拜登或德国新政府在2022年1月发表类似声明，例如在未来99年内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本可以什么都避免，不是吗？继续往下，15到20年来，乌克兰可能加入北约一直是乌克兰冲突的导火索。默克在他的书中解释说，俄罗斯在2008年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前景理解为宣战，小布什的这番操作绝非偶然。我们再往下，特朗普排除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这并不重要。美国事实上退出北约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防务联盟势在必行，至少对欧洲来说是这样。如果乌克兰想加入，美国没有发言权。下一则，
如果欧洲有勇气，我们可以说，特朗普和普京说什么并不重要。我们欧洲将与乌克兰达成一项类似于北约承诺的协议。如果加拿大、挪威和其他国家想加入，那也没问题。任何人不想加入，比如匈牙利领导欧尔班，也没关系，这也可以与欧盟解决。普京已经宣布他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请相信他的话，至少能维持多久，我们拭目以待。继续往下，如果特朗普无论如何都不准备履行美国因加入北约而产生的共同防卫义务，那么他也就不会真正关心乌克兰是否成为北约成员了。现在是时候用一个可靠的联盟取代北约了。再往下，报道中有这句话：早在2019年，乌克兰就将加入北约和加入欧盟写入了宪法。这位网友说，一个国家当然可以在宪法中写入很多东西，或者像许多阿拉伯国家一样，在自己的国旗上印上月亮，但这当然不会带来任何权利。顺便提一句，2019年2月的宪法修正案葬送了乌克兰的中立地位，宣布加入北约是宪法目标，这不是泽连斯基的错，所以不能怪他。下一则，即使有很多人希望有不同的结果，但在我看来，特朗普总统走的是一条诚实、沟通清晰的道路，也许这是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再往下，普京在2021年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收了乌克兰，反正都是俄罗斯的。这里有人这样说，北约是罪魁祸首。下一则，反正北约也没什么价值，特朗普可以在欧洲遭受核攻击后启动第5条，然后开始和谈，没有军事协同义务，只有自己的核武器可以保护。继续往下，有趣的是，许多人声称发动战争是因为乌克兰想加入北约，现在从俄罗斯方面听到了许多其他原因：乌克兰的纳粹，乌克兰受压迫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乌克兰的美国生物实验室等等。我完全不明白俄罗斯为什么要开战。再往下，特朗普简直是俄罗斯最好的人啊。下一则，也许欧洲人应该退出北约，组建欧洲部队，远离美国。只有拥有民主结构和强大军队的国家才能成为成员。好，继续往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欧盟应该抓住机会，迅速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毕竟，特朗普希望欧洲士兵作为维和特派的一部分驻扎在那里。再往下，特朗普最多还有4年时间，在未来4年里，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讨论完全无关紧要。以后从中长期来看，这将变得非常重要。在此之前，欧洲和美国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才是至关重要的。下一则，我很高兴，终于有人明确表示乌克兰不能成为北约成员。我希望欧盟也能够清醒过来，停止这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疯狂行为。乌克兰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我们必须在那里花费大量金钱。不过，现在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是正确的。继续往下，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整个讨论都是烟幕弹。乌克兰向俄罗斯交出所有核武器后，俄罗斯保证了乌克兰的主权，但拥有主权的乌克兰一直是普京的眼中钉，所以他一直在寻找理由。要找一个理由很容易，不容忽视的是，普京正在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大做文章。如果乌克兰沦陷，那么神奇的一幕才会真正开始。好，德国知识点评，这是很典型的德国式思维。第一，他们仇恨俄罗斯；第二，故意不提美国。美国当年也是签署协议中的一员，但对他来说，协议就是一纸空文，而且是西方一直在搞北约东扩，是西方一直在怂恿乌克兰，其目的是消耗俄罗斯国力，以及挑起俄罗斯与欧洲内斗。
可惜啊，德国人不懂啊，真是被卖了还帮数钱的笨蛋。其实我现在越来越确信，他们真的没有中国人聪明，大多数人就是乌合之众，没有任何眼光。下一则，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顾左右而言他呢？正如许多专家预测的那样，与俄罗斯的冲突可能不可避免，因此有必要实行义务兵役制，进一步发展国防工业，并尽可能的攻击俄罗斯，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极限。继续往下，除非有人准备立即接纳乌克兰，或向其他提供同等的保护保证，否则唯一合乎逻辑的步骤就是将乌克兰永远排除在北约成员之外，否则俄罗斯的下次攻击将不可避免。再往下看，如果我是泽连斯基，我就会签署这个垃圾协议，然后等白宫的那个白痴卸任之后，我就会毁约，并声称受到了他的敲诈，乌克兰不能放弃仅有的一点点未来。下一则，特朗普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他能独自决定吗？北约属于他吗？北约其他成员国会屈服吗？难以置信。再往下，我不相信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会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当年的东扩已经是他的眼中钉。继续往下，为什么要送礼给普京？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吧。再往下，美国所走的道路将导致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甚至新的联盟。也许有一天，美国或其他部分地区会再次成为该联盟的一部分，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将美国视为一个叛逆国家，并对其抱有健康的怀疑态度。下一则，美国和英国应首先履行布达佩斯备忘录规定的义务，然后我们再拭目以待。继续往下，如果特朗普向普京屈服，那么欧盟无疑将不得不在当地扮演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并建立自己的机构。无论如何，美国再也靠不住了。他们在格陵兰岛、巴拿马和墨西哥湾已经够忙的了。再往下，没有美国的北约可能是一个欧洲协约。我肯定希望包括乌克兰，他们的军队是唯一一支有作战经验的军队。也许英国和法国有一点儿，但更多的是小规模战斗，而不是全面战争。下一则，不能加入北约，那能加入什么呢？因为你也不能任由俄罗斯摆布呀。继续往下，普京的橙色傀儡又放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屁，让美国离开北约吧，反正到了最坏的情况，他不会管所有其他成员国的。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再往下，特朗普是乌克兰的掘墓人。下一则，据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的发言人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取消了周三与卡拉斯的会晤计划，尽管这位欧盟外交官已经从布鲁塞尔飞往华盛顿。德国知识补充下，也就是说，尽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欧盟这外交官员之前沟通过，同意在华盛顿进行会晤，但是你看人家美国国务卿就直接单方面取消这次会晤了，人家从欧盟飞到美国，这样的会晤直接被取消了，这也太不严肃了吧。好，我们继续往下，这一切都太令人悲伤了，我为乌克兰感到遗憾，欧洲失败了，理论上我们可以接纳乌克兰，但欧洲不想。2025年，在欧洲又值得搞侵略战争，专制者及独裁者们拍手庆祝，这正是我们近年来一直被警告的，是向世界发出的致命信号。乌克兰将被出卖，欧洲其他地区也将被出卖。这是最后一条评论，我的理解正确吗？特朗普希望结束战争，因为到目前为止，战争只是在花钱。乌克兰未能加入北约，对美国来说也可能是不愉快的。特朗普希望获得一半的许可费，另一半应该用于重建。特朗普认为这笔交易是偿还债务。
因此不提供安全保障给乌克兰。欧洲人应该免费接过这个任务，因为他们也受到了威胁，气得咬牙切齿。欧洲应该确保美国的投资安全吗？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就不再需要敌人了。特朗普想如何结束战争？与普京达成协议，占领区的原材料归俄罗斯，在没被占领的乌克兰的原材料归特朗普。好吧，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